美国人都吃汉堡、薯条、炸鸡。Hi guys， 我是 Kelly， 今天没有 Nicholas， 因为我要谈谈美国食物。为了公平起见，他当然不能够在场。什么是美国食物？我在台湾的时候，只要是新认识的朋友，知道我老公是美国人的时候，通常会有几个问题产生。其中一个比较固定的就是，美国人都吃汉堡、薯条、炸鸡。好，今天的影片就是要来澄清一下我自己1个月的亲身体验。什么是美国食物？美国是一个饮食多元化的国家。美国的人口数总数估计大约有3亿多人，是由一个不同文化族裔的移民所组成的国家。自殖民地以来，来自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不同的移民带来的各自饮食习惯和文化，这样的文化交流导致食物的风味和多样性。再来，地理的多样性，美国地大物博，拥有多种的气候和生态系统，这导致了不同地区可以种植食材的多样性，并促使了每个地区的美食风格都不一样。例如纽奥良的炸虾、德克萨斯的烤牛排，还有我们最爱的 New York Pizza。那我的亲身经历，在1个月内我都吃什么？因为我们的所在地是在于明尼苏达州，那我呢是跟着一群当地的美国人生活。美国老公 Nicholas 的家庭是属于欧洲和古巴的移民后代，而且我们大多数的家人对亚洲其实是蛮陌生的。那在美国你也不可能天天上餐馆啦，因为非常的贵，所以每天的3餐怎么办？自己动手煮啊！如果我3餐天天跟着他们吃，早餐、午餐比较接近，大概都类似东西的话，生的蔬菜、水果就是把它打成奶昔，当然里面还有加保健食品。Some frozen bananas. Okay. Delicious. 或者是酪梨面包或一个蛋啊，或者是面包跟果酱这样，那当然就是配咖啡咯。这大概是早午餐的形态。那如果是晚餐呢，吃的比较丰盛一点，比较丰盛，通常生的、冷的那种沙拉，或者是grill 那种烤的，或者是烤箱烤的方式。那当然你就可以选择所谓的主食，看是你是要鱼啊、鸡啊、香肠啊等等的。那因为我本身吃素，所以我会有选择是未来肉这种植物的这种 substitute 的替代。那或者是吃意大利面，吃墨西哥菜。现在要把那个 sausage 放在 grill 上面。The temperature? Takes the temperature. Ooh. Hot. This is mine. What else in there? Like your sausage? It's just turkey, Turkey and Cranberries. cranberry, butternut squash. butternut squash. 所以那个不是猪肉，火鸡肉的香肠，超酷的。Traditional. Traditional. Yeah. Pork, Turkey, chicken. turkey, They make chicken. everything. Sausage out of everything. Oh, usually in Taiwan, traditional Taiwan sausages only use pork. In States has a chicken and turkey. Beef is usually hot dogs. Oh, beef is hot dog. Okay, that's really cool. 刚刚那个 grill 啊，它是冷的嘛，然后查理爸爸他要去把它预热10分钟，然后再放上去，再10分钟，所以这样就是一道菜 ，super cool， 根本就没有炒东西啊 ，so easy。Avocado salad. Avocado cucumber. Salad. What's this? Caprese. Nice. Crazy. Oh, there you Caprese. Yes. My pasta. I need my pasta. go. Yeah. Maybe a little more. 啊，little more. Try another like 30 seconds. 这大概就是我们美国家庭吃东西的形态。但你能想象吗？刚刚讲的这些几乎都是冷食，
就是说，蔬菜它都是未烹调的，你东西就是烤过这样子而已。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天天都吃这种食物，你敢动得了？以台湾人的一个饮食的习惯，炒的啊、炸的啊、烫的啊，这些全部都是经过烹调过的，汤汤水水这种热的食物，这完完全全就是两个世界。一个是几乎是吃冷的，一个就是要吃热的。你能有办法天天这样吃吗？所以啦，怎么办？要讲好吃赶紧拍，必须自己来。所以我的思乡 comfort food 是什么？最高级的蛋花汤。Look at that! 哇啦啦 Because it's really hot, so then just turn like, you know, like flour. 完全不用任何的烹调技巧，你只要有高汤跟蛋就解决了。当然，我会在汤里面就是顺便加上花椰菜啊、叶菜类的东西，就是一起煮嘛。所以就是一干一锅，我有热汤，我还可以有煮的蔬菜。早餐呢，我会用墨西哥饼皮来做成蛋饼。Alright， 早上今天要来煮一个蛋饼。Auntie Kelly 其实也没有在美国做过蛋饼，但买不到蛋饼皮，所以我们就想说来试一下这个 tortilla。它很类似蛋饼皮，但是它是比较厚一点的。哦，真的就是比较厚一点。待会会加一点 cheese， 温一下。What happened? There you go. It's just usually that means it's a little water, like a mixture of water and oil. This looks dangerous. Cheese. Come here, cheese. I asked Charlie, is this cheese or this is soap? 哇啦啦！Okay, too much. Just a little. 噔噔 ，Auntie Kelly 蛋饼啊 ，eat。哦、so good！它吃起来就很像是那种台湾有一些是厚蛋饼皮、酥皮那种感觉 ，so good。It's okay. Told you. She was hesitant. What is that? 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我就是1个月这样活过来的一个台湾人的一个口味料理。当然，其中还有几天就是跟姐姐见面，他们家里就是台湾人的一个饮食文化，所以我才可以庆幸可以吃到台湾 style。很感谢，就是他特地教我做水煎包，可以解这个思乡愁。它里面的料理啦、材料就是额外去亚洲超市买，就是 DIY 台湾的传统小吃水煎包。姐姐呢是在美国才变成大厨的，在异乡仍然寻找台湾的美味。手上做的和嘴上吃的这些食物都是感到满满的亲情的力量。那你呢？留言和我分享你对美国食物的看法，或者是你在西方国家你是怎么吃的？记得按赞、订阅、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IG 哦。Remember, no try, no no.